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2月20号。那昨天这个中国政府呢是宣布驱逐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驻北京的3名记者啊。原因呢，大家呢可能都听说了啊。中国外交部说呢，就是因为《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华尔街日报》呢在这个月的月初啊，应该是2月3号，它是刊登了一篇评论的文章啊，名字是这个“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人”。那中国外交部就说了，这个文章辱华了，所以呢就要求《华尔街日报》呢向中国人民道歉啊，并采取这个相应的补救措施。但是呢，《华尔街日报》他们是怎么回复的呢？他们的回复说呢，这个呢只是一篇评论文章啊，不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新闻报道啊。评论版的这个文章呢，不代表报社的观点。但是他的这个解释呢，中国政府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呢，在昨天，中国的外交部就宣布取消《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3名记者的这个记者证啊，并且呢要求他们在5天之内离开中国啊。这个呢就是一种非常强硬的这个驱逐行为了。刚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狗哥以为呢是《华尔街日报》在中国的这些记者被这个一锅端了，全被驱逐了。结果呢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不是这样啊。被驱逐的3名记者，一个是《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的副社长，叫李兆华啊，另外2位呢分别是叫邓超和温有正啊。后边这2位呢应该都是华裔的记者。邓超呢是美国籍，最近一段时间呢是一直在武汉报道这个疫情啊。温有正呢是澳大利亚籍。他们被驱逐以后呢，华尔街日报呢，在中国呢还有其他的记者在工作啊，在上海呢还有记者站啊，所以呢，并不是说被这个中国政府给一勺烩了啊。但是，即便是没有赶尽杀绝，那中国政府呢这次呢也是下得狠手啊，下得非常重的手。大家呢再看一下这个华尔街日报他自己的报道啊，这个呢是他在今天2月20号啊自己报道自己的这个事儿。这个新闻记者啊，成为这个新闻事件的主角啊，这个事儿呢，好像总是在中国发生，对不对？大家来看一下啊，《华尔街日报》呢是怎么报道自己的3名记者被中国政府驱逐的？他说呢，这个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呢首次同时驱逐一家国际新闻机构的多名记者，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次啊。其实呢，狗哥想说呢，这个呢是中国新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狗哥呢又查了一下资料啊，中国政府呢上一次像这样的直接驱逐外国的记者呀，是在1998年啊，当时呢是赶走了1名日本的记者啊，还有1名德国的记者啊，一共是2名记者，说他们这个掌握了中国的国家秘密啊。再往前，就是这个1989年的6·4啊，天安门事件，那个时候呢也是直接驱逐了这个一批记者啊，超过3名。那1998年以后一直到今天啊，一共这22年，也并不是说这个外国的驻华记者就过得很滋润，完全没有这个中国政府的压力啊，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中国政府呢是没有直接驱逐过啊，这22年，但是呢，经常不给一些这个不喜欢的外国记者续签证，或者说是这个记者证啊，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驱逐啊。像去年的8月份，也是《华尔街日报》另外的一个记者叫王春汉，那中国政府呢就拒绝更新他的这个工作的签证，结果呢他就没办法在中国继续工作啊，就不得不离开中国。那中国政府为什么在去年针对这个王春汉啊？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有关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报道啊，是披露习近平的有一个表弟叫齐明，是澳大利亚的公民啊。这个齐明呢是涉嫌在澳大利亚洗钱，然后呢中国政府呢就很不高兴，就拒绝续签这个王春汉的工作签证啊，就相当于把他赶出了中国。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啊对付外国记者的最常用的办法。那昨天是1998年以来啊第一次中国政府是非常直接的、非常粗暴的啊直接的驱逐啊。这个呢也是1989年这个6·4天安门事件以来第一次直接同时驱逐这个3名外国记者。那大家呢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力度啊，30年来最粗暴、最强硬的一次。大家呢就可以想一下这是什么信号？那为什么这次这么猛？用这个中国政府啊，中国外交部的话讲，就是因为《华尔街日报》的辱华报道，2月3号刊登的那个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人。
那今天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不爽，他又在这个事儿上表态了。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中国外交部今天举行的网上例行记者会的截屏啊。今天呢，狗哥总算是搞明白了，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外交部他们是怎么在网上举行这个例行记者会了。其实就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华大妈呀、耿爽这些人，他们呢用微信建了一个群，里边呢都是要参加记者会的这个中国和外媒的这个记者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微信群里提问来回答。这个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中国外交部的所谓的每天的这网上记者会大家可以看这个呢，就是今天耿爽在这个微信群里的表态说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被驱逐这个事儿他说呢，那些公然辱华、进行种族歧视、肆意抹黑中国的媒体，必须要付出代价中国政府对《华尔街日报》的内部的分工不感兴趣在中国政府看来，只有一个媒体，就叫《华尔街日报》。这个媒体呢，就必须为他的这个所有的言论和行为负责。这个呢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对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被驱逐这个事儿的最新的表态狗哥的评价就是一句话你没法跟这个流氓讲道理。在这个现代文明社会一个共识就是这个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它是要分开的像《华尔街日报》的那个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人，它是发表在这个报纸的评论的版面的作者呢也不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或者说是评论员作者呢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学者，那他的观点当然就不是《华尔街日报》的观点这个呢在现代文明社会，在美国，在欧洲，它就是常识，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你当然可以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你当然可以认为它是辱华或者说是种族歧视如果说你觉得有必要发表自己的这种观点，那你中国政府呢也可以写文章出来反驳比如说耿爽华春莹或者说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也可以写一篇这个反驳的文章，向《华尔街日报》去投稿，去反驳中国是亚洲病人这种观点那狗哥认为，《华尔街日报》呢，它肯定也是非常欢迎这种文章的。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的这个文章要写的要说得过去有扎实的论据，有能够自洽的逻辑这样呢，人家才能刊登。狗哥呢不认为中国外交部的这些官员他不明白欧美国家这种媒体的操作方式他们肯定明白，但是呢，他们又必须装糊涂或者说呢，他们肯定明白欧美国家的这种媒体的操作方式，但是呢，他们拒绝认同，拒绝接受。他们认为要按照中国的规矩来。那中国什么规矩？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媒体姓党媒体呢要把这个讲政治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个就是搞连坐。就像这个耿爽说的，我不管你们这个《华尔街日报》什么内部的什么分工什么新闻报道和评论要分开对于咱中国人来讲一概不管，只要刊登在你《华尔街日报》上的东西，你就要负全责，就要付出代价。这个呢就是连坐，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的规矩。但是 OK， 如果说大家现在都接受中国政府的这个规矩都接受中国政府的这个逻辑，按照中国政府的这个逻辑来，那现在大家呢就可以回想一下，去年中国的官媒，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关于美国都讲了什么？去年这个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央视的新闻联播是不是一连好几天都在骂美国？最严厉的是不是就是新闻联播的主播康辉骂美国是搅屎棍？那大家说，如果说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按照中国政府的规矩，那你中央电视台作为一家媒体，是不是在赤裸裸的辱美？是不是在肆意的抹黑美国？《华尔街日报》它只是在评论的板块刊登了一篇外来的文章，标题是这个中国是亚洲病人，但是你中国的央视CCTV 堂堂的官媒，政府喉舌，最重要的这个新闻联播的主播在节目里公开辱骂美国是搅屎棍，大家说哪个事情更严重？按照中国政府自己的逻辑，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把中央电视台驻美国的记者全都驱逐了？但是呢，大家又可以想象了如果美国政府这么干了，那中国外交部华大妈耿爽就要批评美国政府这么干是干涉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新闻报道自由言论自由了其实这个昨天耿爽就这么说了前天这个美国政府呢是把5家的这个中国官媒，包括 CCTV 在美国的机构当成外交机构来对待。然后呢，耿爽就说，这个呢
是美国对中国媒体在美机构正常运作进行的干扰横加阻挠，毫无道理，不可接受就是说呢，我央视可以骂你美国是搅屎棍，这个呢完全没问题，但是呢，你美国《华尔街日报》不能发文章说我中国是亚洲病人这个呢就是辱华，就是种族歧视。那大家说这个是不是典型的双标？中国的这些个爱国战狼小粉红总是说美国双标，现在呢，你们可以想一下，到底是谁双标？这次在骂美国《华尔街日报》之前，能不能先反思一下央视搅屎棍的问题？那中国政府在昨天出重手驱逐《华尔街日报》的这3名记者，是不是就是单纯就是因为那篇文章？狗哥认为呢，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这个美国政府前天打击中国官媒的一个报复。刚才狗哥说了，在前天，美国政府呢开始把这个5家中国的官媒当成外交机构来对待，规定中国的这5家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还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5家官媒要向美国政府报告他们的这个所有的人员信息，还有这个购买和租赁美国房产的情况那中国政府在昨天驱逐《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主要就是对美国政府的这个举动采取的这个报复《华尔街日报》刊登的那个文章它只是一个借口因为那个文章对中国政府来说呀，其实是不值一提的每天这个国外的媒体上类似的文章太多了批评中国政府的。但是你美国政府开始限制中国在美国的这些官方媒体开始打击中国在美国的这个大外宣，这个呢就给了中国政府它实质性的这个打击。狗哥呢在昨天的这个影片里说了，这个大外宣是最近10年来中国崛起大战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从去年以来，美国政府呢它是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针对这个孔子学院开始针对中国官媒的这些个驻美机构来进行限制。那这个呢就让中国政府很难受有很强的这种失败感挫败感。所以呢，现在他就借武汉肺炎的这个机会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文章来进行一个报复。这个呢就是狗哥的看法。那美国和中国这2国政府在媒体领域最新的这一轮的交锋，能够反映出什么这个深层次的问题？狗哥认为呢，就是在这个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媒体在信息沟通这个领域中国和美国这2个国家呢也正在脱钩。那中国驱逐美国的记者，会不会就让美国政府放松对这个孔子学院对中国大外宣的打击？那肯定不会因为呢，这个呢是美国朝野的共识都主张呢要遏制中国政府呢对美国公民社会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是全美国的一个共识，不单单是这个美国政府的政策更不单单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个人的这个政策而且呢，这个共识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形成这个趋势了，就很难这个逆转了。那中国政府方面会不会觉得驱逐外国记者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损失？肯定也不会在他们看来，即便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西方记者都离开中国，那也无所谓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在以后狗哥的判断，中国政府这种驱逐外国记者的行为应该会越来越多那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整个这个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呢，中国对美国的这种客观的全面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少这个呢就是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中美2国这种在媒体在信息领域脱钩的局面，对谁影响会最大？那狗哥认为显然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它肯定呢会让这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个中国人变得更狭隘变得更偏激变得也更无知中国呢会变得越来越像朝鲜那样的信息黑洞这个呢就是狗哥今天的主要看法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明天见，拜拜。